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聊聊一个让我特别触动的地方——台湾的人情味。作为一个在日本留学、工作过的上海女孩，我对旅行早已习以为常。无论是奔波于日本的大都市，还是游历东南亚的热带小岛，我都见识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。然而，当我几年前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，短短几小时内，那种来自心底的温暖让我感到无比特别，我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里。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概括台湾带给我的最大感触，那一定是人情味。我不得不说，台湾的人情味让我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这段难忘的经历。台湾的人情味究竟为什么如此特别，又如何在我的心中占据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？让我从我的第一次说起吧。还记得第一次抵达台湾时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桃园机场，刚经历了长途飞行的疲惫，我略显茫然地环顾四周。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？刚出机场，通常都得自己摸索行李、换钱、办电话卡之类的琐事。站在出关口，我还在看手机查找相关信息，突然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笑容可掬地走过来，主动问我是否需要帮助。当得知我要兑换台币并办理电话卡后，他们迅速为我指引了具体的路线，并贴心地提醒我悠游卡的用处。整个过程让我几乎不需要开口，而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微笑。这种细致入微的服务让我一时感到恍惚，这还是我熟悉的亚洲吗？与大陆的许多机场相比，这种主动关怀更像是一种奢侈。而与日本机场相比，台湾的服务多了一份热情和人情味。日本机场的工作人员同样礼貌且专业，但更偏向点到为止，像是一种习惯化的下意识行为。而台湾呢，是让你感到他们真的想要帮助你。初到台北，我住在西门町附近，这是台北市一个热闹的商圈，白天熙熙攘攘，晚上灯火通明。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在西门町的小巷中寻找酒店时，突然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气息。在这里，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，一边是五彩斑斓的 LED 灯广告，一边是老旧却不失韵味的街道建筑，一边是年轻人聚集的潮流服饰店，一边是几乎定格在上世纪的老茶铺和小吃摊。这种新老交织的景象让我觉得格外迷人，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，更像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家园。在寻找酒店的过程中，我迷了路，看着手机地图一筹莫展时，一个穿着休闲服的男士走过来，问我是不是迷路了。他用台湾特有的温柔语气问我是否需要帮助。作为初来乍到的女孩，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是怀着戒心的。毕竟在大陆的很多城市，这种热心人很可能另有所图，但对方真诚的态度很快打消了我的疑虑。他不仅指路，还主动陪我走了一段路，沿途他边走边跟我聊起了台湾的美食景点，甚至还提醒我一些注意事项，最后把我带到了酒店门口才离开。这样热心的帮助，在我以往的旅行经历中真的是少之又少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，让我瞬间对台北多了几分亲切，让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直接拉满。作为一个吃货，台湾夜市是我这次旅行中绝不能错过的部分。台北士林夜市的烟火气让我彻底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。这里的小吃种类繁多，从蚵仔煎到鸡排再到珍珠奶茶，每一样都让我垂涎三尺。在排队买小吃时，摊主总会耐心地向我推荐适合的口味，有时甚至让我先试吃。一次，我在一家卖卤肉饭的小摊前犹豫不决，摊主察觉后笑着说：“第一次来台北吧？这个一定要尝尝。”不仅推荐了招牌卤肉饭，还搭配了一份他自己很得意的小菜。最终，这顿夜市的晚餐不仅填饱了我的胃，更让我的心暖了一大截。与大陆的夜市相比，这里的摊主不会因为忙碌而显得冷漠。与日本相比，
台湾夜市的人情味更加直接和自然，让人如沐春风。这种人情味已体现在台湾的服务行业上。在台北中山路的一家礼品店，我想购买了一些作为礼物送给朋友。由于我购买的数量较多，店里库存不足，店员当场提出从其他分店调货，并承诺当晚送到酒店。当天晚上11点多，酒店前台通知我礼品已经送到。第二天我取货时发现袋子里还有一张手写的道歉卡，表达了对配送时间较晚的歉意，并附赠了另一种当地的特产样品。这种注重细节，愿意花心思让顾客满意的服务态度，不得不让我为台湾的服务业竖起大拇指。台湾的人情味不仅体现在对游客的友善上，还融入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中。记得有一次在回酒店的路上，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家庭，父母带着一个小孩走在路上，天色渐晚，突然乌云密布，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雨。旁边骑车经过的阿姨看到他们，停下车来，关心地问：你们有带伞吗？孩子别淋湿了。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，因为在大陆或者其他国家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大多数人可能只会匆匆走过，不会多管闲事。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了。这种素朴的关心和体贴，似乎是台湾社会的一种常态。在大陆生活在那里的我们，似乎早已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冷漠。而在台湾，我看到的是邻里间的互帮互助，以及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关怀。这种氛围让我觉得这座岛屿不仅是一个旅行胜地，更是一个让人心安的家。这里还要说下我在书店里遇见的特别缘分。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我在台北的一家独立书店里度过了一个悠闲的下午。当我正在挑选一本关于台湾历史的书时，旁边的一位大叔主动跟我聊起了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背景。他不仅讲得头头是道，还给我推荐了几本他认为更深入浅出的书籍。后来得知他是书店的常客，每周都会来这里阅读和分享自己的见解。他的热情让我觉得台湾的书店不仅是售卖知识的地方，更是人与人心灵相遇的场所。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也是台湾人情味的一部分。台湾的人情味不仅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，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素养上。比如排队文化，我在台北搭捷运时，即使是早晚高峰，人们也都会自觉排队，从不插队。在夜市买小吃，哪怕排队再久，也没有人抱怨或者争抢。这种温柔的秩序感让我倍感舒适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很多城市在公共道德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比如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，插队争抢的现象时有发生，而这种情况在台湾几乎看不到。作为一个对日本文化颇为熟悉的人，我发现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捷运系统的井然有序，便利店的无所不包，街头巷弄的建筑风格，都让我感受到昭和时代的影子。但在日本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距离感，他们会在尽量不打扰他人的前提下提供帮助，但往往缺乏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。与日本相比，台湾的人情味更加自然和真诚，不是出于规范和习惯，而是发自内心，不仅仅是我该这么做，而是我愿意这么做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城市自然发展迅速，但人际关系更显冷漠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往往建立在实际需求之上，少了一些温情。而台湾则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，让人看到一种更有人情味的生活可能性。这次台湾之旅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这座岛屿。这里不仅有美食美景，更有最淳朴最温暖的人情味。无论是街头巷尾的普通人，还是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每一个微笑，每一句问候，都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人情味。台湾的人情味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柔软和温暖。
它让陌生的土地变成了让人留恋的家。台湾给我的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，这里既有日本式的文明和秩序，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温情和人性化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大城市显得有些过于冷漠，而日本又稍显疏离。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台湾，我由衷的推荐你去看看。相信我，这里的每一处风景，每一个人，都会让你的心灵感到满足与平静。如果你也在寻找一个能让你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温暖的地方，那么台湾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选择。正如那句流传已久的话所说，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次见吧。